心理学到底是什么？我曾经思考过很久。小时候，我以为心理学是控制人的学科，似乎只要学了它，就可以像操控木偶一样操控他人。而随着我真正接触到了心理疾病，我身边的这种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多。你不要多想，你要这样想。而这时我对心理学的看法就渐渐转变，为了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方法来减少心理上的痛苦，亦或是将人的心理还原成神经元的活动，于是我们又开始相信精神上出了问题，根源一定在身体。虽然也有一些看似理性的声音说，心理疾病应该被正视，应该通过有效的干预使患者适应社会，但是心理学真的只是如此吗？心理治疗真的那么神奇吗？在看完这期视频后，你应该会有一个全新的答案。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通常认为心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、研究精神的学科。在前现代社会，心理学是不存在的。这并不意味着前现代人就没有心理疾病，而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根本不被承认。而在步入现代社会后，个体的心理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。从19世纪心理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，到20世纪心理学的飞速发展，这其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和进步。近几年，心理学的热度也越来越高，很多心理学话语也早已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但是，我们有时也会想，这个心理学中健康的我是真正的我吗？在心理治疗中，我们被要求回归正常生活，却没有问过为什么；被要求这样想或者不想，却仍然不可置疑。而每当我们不想这样做时，我们就会被扣上不想好的帽子。于是，心理学成为了控制的工具，而此时就是我们开始独立探索的时候。正如我们在上一期视频所说过的，我们常常习惯于信仰而不习惯于思考，而理性是我们突破迷雾的工具。那我们就可以先尝试从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心理学。很多人认为心理疾病的根源就是想太多或者思维方式不对，所以不想或者这样想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些话忽略了一点，就是思考本身即是一种存在方式，正因为思考，我们才得以逃出宿命论的阴影，寻找更理性自由的存在，而这是大多数人的本性所趋。而要这样想的话语，则更像一种精神胜利法，即便它有多么局限或荒谬。正如我们第一期视频提到的基本假设一样，我们认为所有的感受都是有意义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无法从最根本的层面解决问题，那么它就是在压制问题，直到哪一天问题彻底将我们吞没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尤其是在最根本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呢？我想，很多人陷入心理疾病，往往背后都是理性的丧失，他们的所有认知资源全部或部分的被本能和情绪所占用和消耗。而此时，我们用可以共同相信的理性的一，去将谱系上的非理性的零进行改写，那我们就已经将他们从无尽的内耗中解脱出来，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用他们的理性去接管了自己的本能与情绪，从而走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。在这里，我称它为强大的心灵。那么，这期视频是不是可以到此结束了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因为我们仍然将非理性看作了一种排他性的、歧视性的存在，是需要被化解掉的，而不是需要去正视的。正因为我们的感受都是有意义的，是理性的源泉，所以发现真正的感受就显得额外重要。如果一个朝鲜人因为隐私被剥夺而感到焦虑，那么即便是在理性的思维方式也无法彻底化解掉它，
也是不可以被化解的，因为它才代表了那个最真实的自我。而在此时，理性化反而成为了一种暴政，而理性化所导向的可预见的唯一的路，通向的也必然是理性的死亡。而心理疾病的出现，从某种程度上看，反而是一种对于真实自我的积极信号。那到这里，心理学究竟是做什么的呢？我的答案是追寻自由。可能很多观众会难以理解或误解我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可以先从自由这个词说起。我们为什么要活着？这看似是一个很宏大、很多元性的问题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与感知的话，我们也许会发现，这个问题往往通向的都是意义的浮现，无论是伟大的事业，还是前所未有的创造，都导向了一种意义的生成。而每个人对于意义的追求，天然地构成一种多元性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应该是通过自由来生成意义。我们当然可以说，每个人都不是完全自由的，都是被外界塑造的。但是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拥有自由意志，而在于我们对于自由的定义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，即完全不受外部影响和塑造的状态。那这里，我尝试给出我对于自由的定义，一种不受专断意志控制的状态。这个专断意志可以来源于他者、集体、文化惯性，甚至是自己。而这种状态导向的是一种生成的自由及自身潜能的展开，同时也是对差异的根本性尊重。这与理性的普适性与唯一性并不矛盾。这时，如果回到最开始所提到的身体决定精神的观点的话，似乎一切又变了。这何尝不是有一种新型宿命论？可是，我想说的是的，从一个最原始的视角看，物质世界显然都是经验的。所有基于物质的科学都可以看作一种现象的研究，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知识、逻辑、思想、意识的，即基于一个内部的世界。内部世界构建了我们的外部世界，外部是为内部而存在的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部世界一定等同于内部世界。还原论乃至一切简单统一理论之选择，更多的只是为了方便人类操作和理解，而不具有纯粹理性色彩的解释和证明，而原理和规律不随人的操作和理解能力而生，而这给了我们作为自身的可能性。追寻这种可能性的方法，就是自己最真实的感受。我想，这也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独特的原认知，这正是自由意志的开始。那么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心理治疗应该是什么呢？我的答案是静应。在治疗师与患者之间，患者在治疗师的帮助下，可以通过治疗师去看到另一个我的可能性，这同样是自由意志的开端。今天就先说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找我讨论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在邮箱私信我。再见。